有一位父亲在网上发出了救援的帖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位父亲呢，他有一个2岁半大的女儿，得了一种叫肾母细胞瘤的癌症，那么急切需要呢一种药物进行化疗。这种药物的名字呢叫放线菌素 D， 价钱呢并不贵，不到20块钱一支。可是呢，在当地医院里呢，这个药却断货了。然后网上呢有很多人呢热心肠要帮这个忙，结果一搜索发现呢，不仅仅是所在地的医院没有这货，甚至连北京的3甲医院都没有这个货。那么别看这个药便宜，但却是治疗肾母细胞瘤必备的药物。那么为什么这种救命药居然出现了断货的状况呢？这个治疗肾母细胞瘤化疗当中必备的药物名字叫放线菌素 T， 它还有一个名字呢叫更生霉素。放线菌素 D 呢是它的一个通俗的名字。那么这个药呢，经过网友的搜索发现呢，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很多大医院里这个药没有了，断货了，包括北京很多3甲医院也没有这个货。那么这个放线菌素 D 呢，它并不是一个常见的用于癌症化疗的药物，它比较小众。现在除了婴儿阶段、孩子是阶段的，我们说这个得了肾母细胞瘤，还包括妇科里边的滋养细胞肿瘤，仅有这么几种有限范围内的肿瘤，它可以用到这个药，所以它的用量呢，在全国范围看呢是比较小的。那么它的价钱呢，基本上价格在19.3块一支左右，一个疗程呢10几支，也就是说呢，这个对于这方面病的患者来说呢，一个疗程也就是200-300块钱，比较便宜。可是呢，你放眼望去，你发现呢，有些药越是便宜，最后你越弄不着。这个药在全国大范围出现了断货。你别看它是个小众药物，就说得这病的人不多，可是它毕竟在全国各地都存在结果没有了这药怎么办？有很多病人面临着这个生命和健康的巨大威胁。那么说这样一种情况出现，其实在全国各地来看，这并不属于少见的现象。因为我们这些年发现呢，有时候用来治疗一些特殊病的小品种的药，常常也是就是价格比较低的药，最后发现在全国范围内生产上量比较少，经常出现断货，使很多病人面临着生命和健康的威胁。你看咱们就刚才说这个放线菌素 D， 在全国范围生产就总共有3个厂家，一个浙江海正，再有一家海正辉瑞，还有上海新亚药业公司。那记者调查过程当中发现呢，这个上海新亚药业公司呢，已经好长时间都不生产这个药了。那么浙江海正药业公司呢，是把生产放线菌素 D 的生产线呢，就卖给了海正辉瑞药业。再一问海正辉瑞药业呢，说我们接过这生产线呢，我们得经过试验调试还没到时候呢。最近有这么多人打电话来问我们原打算11月份再开始再生产这药，现在看提前到9月份，得赶紧，救命要紧。那为什么这样的药物全国有实实在在的需求，反而最后出现了这种断货的情况？其实我们琢磨这些年了，好多的这种药没了，就是我们说的小品种低价药。就首先它的用量不大，另外一个呢，价钱比较低廉。你看2009年有一种药叫西地兰，这个专业的医生肯定都知道这个药呢是一种强心剂还能治疗心颤，在这个临床上呢使用效果很明显，但它的范围窄，就治疗有限几种病的。09年以后西地兰这药没了，就不得不呢用这个比这个药贵得多的替代药，患者负担大大增加。在10年前后呢，有一种药物叫鱼精蛋白也断货了。这鱼精蛋白呢价钱很便宜10几块钱，但是呢心脏手术要是体外循环的话必须要用这个药。结果鱼精蛋白断货呢，也给很多心脏病的病人呢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你这是我们说的好像一般小众点的，
有的大众一点的药物，由于低价，这些也没了。你比方说，原来我记得1块钱一支那个利维素滴眼液，还有几块钱一盒的氟派酸，我还记得8块钱的100片那个牙周灵，是牙周炎的。我估我说这句话放过什么维系银翘片啊，等等等等啊，什么红药水啊之类的，好像越便宜的药这几年不见了，几块钱的甚至有几毛钱的，这种药在药店的医院里你都找不着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咱们首先得说这个小品种的低价药啊，就厂家不生产的，它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这种小品种的药它的用量实在有限，就它的量特别少，就全国各地你比方某地方的医院能用多少用出来，因为它病的范围非常窄。你像就刚才我们说的放线菌素地，就是2014年全北京所有的医院加起来，放线菌素地的用量也不过人民币30万左右，广东省一年也不过才50万左右。这对一个药厂来说，一年你一个地方才用这些药，这实实在在这量有点小，而且量小呢，你上个生产线呢，成本都够不上。另外这个用量小还有个问题，流通环节的这个药企也不愿意干这事，因为你量小，那么搁我这存着，不定啥时候用的，有可能存过期的我就损失了。医院的也不愿意一次性大量采购，因为没多少人用，你要大量采购搁我这过期了，医院承担损失。所以就是药厂、流通环节加医院都没有大量购买的积极性，因为它用量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年的生产这类药的成本呢还不断加大，人工成本的原材料啊等等等等。可是它的价钱呢，我们一直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才取消了，就是大多数药品的限价。原来呢，为了保证说不要有看病贵看病难，这药品的价格国家有指导价，限定你不能高于多少。像这种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的药，国家有一个限价。可是限价这呢，限来限去，当它成本高上的时候，这价格还是这些，企业来说生产毫无利润，最后没办法，你企业本身追逐利润了，不挣钱赔钱我不能干的，只能放弃。所以我刚才说小品种低价药经常会遭到这样的命运。2014年，相关医疗机构对全国12个城市42家医院临床用药情况进行抽样调查。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的，在基层医疗机构国家和地方增补的基本药物一般有500多种，而医院廉价药缺口已高达342种，其中212种药的价格在30元以下、5元以下的药品占了 69%。 这些价格低廉、疗效理想的药品在临床治疗和抢救患者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却时常出现断供等现象。其实这个问题它不仅仅是中国有，美国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儿，就说小品种低价药由于没什么利润，厂家放弃了，结果呢突然间市场又紧缺了，然后这些厂家又生产，结果这价格又暴涨，一涨到原来20多倍甚至。可是一恢复生产之后量一大了呢，它用量就那么多呀，卖不出去了又得降价，降价没利润了，又断货了，然后再大量生产再涨价再降价，走向一恶性循环。就说美国这样医疗体系比较发达的国家也面临的这个问题。所以说美国后来采用的什么呢，就属于这个定点生产，专门储备，就责成哪个药企你给我生产，我不让你亏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药品短缺现象，为此各国纷纷研究应对药品短缺的对策。以美国为例，2010年有178种药品短缺，创下历史记录。这些药物对于治疗儿童急性白血病和乳腺癌等疾病不可替代。美国的应对措施是就一些重要的抗癌药建立国家储备库。众议院和参议院建议赋予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相应的权利，要求制药公司更早发出药品供应可能中断的预警。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中国现在呢，
我说过2015年的这个6月1号呢，咱们这药品限价啊，基本上就取消了，除了极特殊药品。但是我倒觉得像这类小品种低价药，不能完全由市场经济的手去调节。就说市场经济呢，也不能包打天下。像这种带有公益性质的药类呢，政府应该继续采用这个专门储备的方式、定量生产的方式去解决它。但是对于大多数消失的低价药，无视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或者不仅仅是这个原因，它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现在整个的医疗体制有关。首先一个就是刚才我说这个限价，直接导致很多低价药没了。由于这个限价呢，很多药厂呢还要经过各个省组织的，就是说省里头医院的招标。那么招标其实呢就是拼价格，大家为竞争谁的低谁中标。可是中标之后呢，你以很低的价格来看呢，你生产不了，生产一瓶就赔一瓶，生产一片就赔一片，所以最后没招了，只能把它停了。所以这就是很多低价药你根本买不着了，一进入到医保的名录里边，进入到医院的采购名录里，越价低它越死得快。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最重要原因，医院根本没有动力买这样的药。为啥呢？长久以来我们的医院都是以药养医，就这医院就靠这个器械啊、药品呢来养活整个医院。我以前在这个节目里曾经说过，如果国家拨给三甲医院的钱，你看就全额拨到位的话，可能都不够三甲医院的运营，这剩下就得靠药和检查，靠医疗器械来养活。所以任何的一个大的公立医院，它往往没有进低价药的冲动。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们国家规定呢，你比方说进这药医院可以加价 15%， 当然有的甚至更高。那么我买你100块钱的药，比方说这个药100块钱，我加价 15%， 医院能挣15块钱。但是我要是便宜的药，比方10块钱一盒，那我加价 15%， 我才能挣1块5。所以医院本身呢没有这样的动力买你这个低价药。其实很多原来消失的低价药不是消失了，要么是有替代品，替代品的价格贵得吓人；要么是什么呢？原来的药厂把这药的成分没改，加吧弄点别的呀，再往上报，成了一个新药。原来是比方说一片一片这么装着，现在改成就盒装啊、瓶装啊等等，结果药价呢是原来的10几倍，甚至几十倍都不等。所以这样的话，医院愿意买了，为啥呢？我进你的高价药，我再加价，我利润更高；我进你低价药，我也不挣啥钱。清热去火的番黄片是不少老百姓家里的常备药，以前是5毛钱一包，一包12片，如今简易的老包装已经停产，药店里销售的都是由锡纸包装的新三黄片，售价6元钱一盒，一共48片。虽然成分没有变化，但包装的变化却让三黄片与之前的价格提高了3倍。与之类似的还有黄连上清丸。黄连上清丸以前价格为9块8一盒的，现在市面上售卖的黄连上清丸有的15块，有的19块8。以前几毛钱一包的廉价药，如今已经很难找到，如牛黄解毒片、银翘片、干酵母片等。而同一种药因为换了不同包装、不同剂型，在价格上却相去甚远。这就好比我们街上哪个小摊儿，你比方说你这个一个东西，你就批发给这小摊儿，你10块钱批发给他，他挣这个 10%， 才多少1块钱。现在我这价格提高了，我2块钱批发给他，能挣2块钱了 10%， 所以他对你后来这个价高的商品反而有吸引力。那么其实对于医院来说呢，如果能把病人病治好，药价很低，这其实是符合大家利益的。可是正由于以药养医造成的低价药就等于低利润药，高价药就等于高利润药。所以从这点来讲呢，它就没有再进低价药的这种动力。所以这是造成大量低价药在市场上消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呢，你看这个事情的后果，那可不仅仅说老百姓看病贵了，就说我花钱是原先好几倍、10几倍甚至几十倍，就同样的药我用替代品贵了，我买新的药比功能跟原先一样贵不少。不光是这个，它还给患者带来很多新的痛苦，甚至新的风险。
你像原来有种低价药，我记得叫这个鱼肝油注射液，这个注射液治啥呢？治静脉曲张的，可是价格很低，医院不进了。现在很多大夫根本不知道，就是鱼肝油注射液的怎么注射的方法都不知道，所以有静脉曲张的人来就建议直接做手术。那手术你最起码好几千块钱，完了还给病人增加很多痛苦和风险。再有，你像原来这个洗肠的有种药，那个蓖麻油，这蓖麻油才2.5块一个，2.5块一瓶，结果现在这药没了，没药，结果呢，一到医院洗肠呢，就得一次100块钱以上，而且患者还饱受痛苦的一种新洗肠方式。所以这绝不仅仅是看病贵的问题，同时增加很多风险，而且使患者经受很多不必要的痛苦。现在很多的这种药缺了没办法，有的患者急于治病，就得通过到海外去买的方式，国内也有代购者的，可是这个我们以前节目里说过，风险非常大，这是药品本身的风险。另外风险呢，以这种非法进口药物来说，法律上还有风险，这点是违法的，而且还有很大的健康隐患，这药到底合不合格很难说。所以就正是我们国内这种小品种的低价药，它短缺甚至断货，才造成了如此多的后遗症。尤其是老百姓说的小药治大病，过去那种便宜的药现在陆陆续续都看不着了，这给老百姓增添的负担更大。就对于一部分特殊病的患者来说，这是生命的威胁，对于广大众病的患者来说呢，等于给看病增添了很多不必要的负担。所以眼下来看呢，你光是仅仅是说把限价取消了，说可以大家就涨价啊，就是你生产成本作为厂家来说够不上了，那我让你能挣着钱，让你接着就是把价格抬高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还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另外一个，理顺这个体制用什么样新的体制管理医院，现在还是个问题，很多地方的试点的也不完全成功。所以说我们只有把这个以药养医这个机制打破了，然后那边对药厂放开了，这两个政策同时发生作用，这才能解决现在很多低价药在市场上看不见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呢，即使我刚才说这两个都做到了，对于小品种的低价药来说，这样做还是不够的，因为小品种的用量小，你就即使都放开，医院不愿意多进药，厂家也不愿多生产，甚至一套流水线上来之后呢，这成本跟不上。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呢，这个就不能完全由市场经济这个手发挥作用，政府必须有积极作为。这个作为是什么呢？就前面我说的定点生产，专门储备。定点生产的概念是什么呢？我委扣给一家药厂，比方说放线菌素地，在成本现在起来了，我让你提高点价格，但是呢你也不愿多生产，用量太小，好，那么你用量小，国家给你补贴，我指定你这个药企给我生产，你药厂来生产这个，然后我给你补贴，我让你肯定亏不上，我让你挣钱，这叫定点生产。然后专门储备是什么呢？就是把这药生产出来的先用国家收购的方式，就是如果说用量固定的，比方说北京一年大约用30万这药，那好，那就由北京的这个卫生局这块进行专门储备这个用量固定的。那么国家一级储备什么呢？用量不确定的，就不知道这全国多少地方能用这，我先由中央机构来储备，储备完了之后各地方缺，我再往下发放。这个叫定点生产，专门储备。你把这个做到了，才可能解决这种小品种低价药现在断货的问题。针对眼下临床短缺药供给问题，各地一直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早在3年前，江苏省就在探索类似的保障措施和储备桎梏。2015年4月，江苏省卫生计生委为总分析省内监测上报的短缺药品信息，将破伤风抗毒素、阿托品等17种一类短缺药品列入该省短缺药品目录。在南京、徐州、淮安和泰州4个省级储备点进行定点储备，以保障有效供应。2015年4月14日，山东省将甲球米唑等4种低价药纳入省级采购，并集中支付货款。陕西也就短缺药品实行打包供应。
基层短缺的75种药品，委托给九州通活药集团供应。尽管各地都在想办法，但至今短缺药仍在短缺，如何有效解决仍是一个考验。今年2月份，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对临床必需的、用量小、市场供应短缺的药品，由国家招标定点生产，统一竞价。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有不少药品还未得到落实。所以就是医疗问题从来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解决什么。基本问题解决了之外呢，还有多种政府的配套措施跟进，其实就说明应该加快脚步，加快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这种问题。那么当然，小品种低价药断货是眼下的燃眉之急，政府应该马上去解决这个事。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呢，说无药可治固然悲惨，但比无药可治更悲惨的是什么呢？有药可治，但是药已断货。这个对患者来说，这种打击，包括对患者家属的心灵层面上的伤害，实在是太大。所以我说，眼下解燃眉之急，小品种低价药应该定点生产，专门储备。最近有媒体报道了一件呢，令我们听起来有点哭笑不得的事儿。那就是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被称为最火的养老院。火到什么程度呢？老人要想进到这个养老院里去养老，大概得排号等100年。哎呀，有人说这不开玩笑吗？还真不是开玩笑。因为这家养老院啊非常好，现在大概排号等着要住进来的老人呢有1万多人。而且又以每天10几个人左右的这个频率往上增。可是现在养老院这个规模呢，每年能腾出来的空床也就是100张出头。你看1万多人对100张，那可不是嘛，你要排到后边，想进到这个养老院养老，那就得等100年。那么这个事实也在告诉我们，这样的养老院它肯定是凤毛麟角，肯定是可遇不可求，你想进去比较难。那么说这样的养老院能不能够扩建呢？我们将来能不能住进这样好的养老院呢？咱们节目一开始首先得给大伙说说这个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是火的养老院，它为什么这么火？你先看它的位置，它的位置呢在北京北3环和北4环之间。这个地段呢，咱们熟悉北京的朋友都知道，这也是寸土寸金地段。而且地铁呀、公交站呢非常多，方便亲属探望。你再从里边的这个组成来看呢，它里边分成好几个区，有医疗区，有这个颐养区，还有生活照料区等等。每个区里边都专门配一些医护人员，配的特别到位。那不光说是每个区里服务不一样，包括对老年人，你像这个从房间里边换床单啊，再到洗衣服啊，甚至连老年人的身体检查，包括每天给量血压呀、量血糖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财务托管这些东西，都服务的非常周到。而且老年人在这儿住呢，娱乐设施并不少，可以说老有所乐，没有问题。更加主要的是，这个地方本身它就是一个2甲医院，老年人在这儿养老的同时，有什么病随时可以看。而且这个医院呢还是医保的定点单位，还能就地报销，省得因为报销问题来回折腾人。尤其最近呢，这个120急救中心呢，在这个福利院呢设置一个急救站点，配备了1辆的急救车，还有2组急救人员，这不就等于给老年人又多了一重保险吗？那么你看这条件这么好，那说收费呢？收费还非常低廉。你比方说这个一间有这个20多平米的，就像宾馆的小标准间是有2张床，一张床1个月才收1200块钱。你要说这单间我包了，也不过2250块钱。你进到这养老院，也就是1万块钱押金交了，刚进来500块钱安置费，然后到冬天呢，每天9块钱采暖费，就交这些钱。你想想，这么好的待遇又就交这点钱，这老人能不抢进到这儿来吗？有人说他怎么就这么便宜呢？其实奥妙就俩字，公办。说白了就国营。
国家掏钱给管这个，你所有的硬件设施，包括这个地点呐、建设的就硬件啊，还有以及补助啊、护工啊、医疗人员呢，整个这都是国家投入，这是绝对的。养老院里的典型，在北京像这样的也不过，我看过几家，这个第一社会福利院、第四社会福利院、第五社会福利院，还有一家是四季青镇的有个老年公寓。这北京达到这个水准的，就说是公办的老年的养老院，也不过那么4、5家、5、6家。我现在不管是什么饭店都没有，就是等紧排队排了欢喜宰人的，你也得等人排啊，那是去。所以像这样的最火养老院，我也管它叫明星养老院。明星养老院是推广不了，由于明星毕竟是在普通人里他是少数，国家的目前财政实力根本不可能支持全国所有的养老院都参照这个模式建，那得多大投入啊！所以我说它不可复制。那么不可复制，咱们目前国家的这个养老院水平到底什么样？咱们目前国家的这个养老院水平到底什么样？我可能说这个话题呢，电视机前的一些老年朋友很感兴趣，但是我跟大家说实在，到了我这个岁数往上的，咱们都应该关注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可以负责任说，你终将会到敬老院去，到养老院去。有的人不服，我不去，我有钱，我上那地方，我在家待着，我请人伺候我，或者我儿子照顾我，我女儿照顾我。咱得跟大伙先分析一下目前咱们国家这个养老形势。中国这个现在呢，毫无疑问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有明确的调查统计显示，现在中国超过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有接近2个亿了，很快可能还会达到3个亿。1999年，我国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罕袭，养老问题异常严峻。201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了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好2亿人，其中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老人超过3700万人，而15至59岁的劳动力人口总数从2011年开始下降，抚养比在2013年底由下降转为上升。同时，老龄人口地域、城乡分布不均衡，我国老龄化呈由东向西梯次分布特征。最早进入老龄化的上海和最迟进入老龄化的宁夏，时间差达33年。那么中国这个养老水平呢，它面临着很大的一些困难。首先一个，咱们说未富先老，就咱们还没等生活富裕到什么程度，你先老了。而这个时候由于时代发展的种种原因，养老所需要的资金比过去高很多了，可是你的退休金水平呢，有的时候没有涨过现在养老需要的钱，所以这个中间的差额造成了很多老年人养老的困境。何况现在我们养老金目前还是双轨制，还有相当多的人呢没有在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之内，就我们还没到富的程度的咱先老了。第二个叫未备先老，就是我们还没准备好呢，这老龄化社会就来了。你比方说我们的养老金改革，我们的养老保障体系，我们现在各地养老院的建设机制理没理顺，是公办还是民办，怎么整，这些都处在一种探索阶段。探索阶段没完事儿呢，咱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未备先老，没能准备就老了。再有一个抚养率它是特别高的，现在基本上能合上大概3个壮劳力得抚养2个老年人，就将来到3亿的时候，老年人那基本上抚养比率78%，就3个年轻人养2老年人。咱们现在不就是这个状况吗？为什么我说大家早晚可能要去养老院呢？现在独生子女结婚了，上边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啊，或者说公公婆婆啊，4个人吧，再往上这两边还有老人呢，说白了甚至可能形成8比4比2这个状态。就最下边这个小两口
他得养活上头两边4个老人，再往上可能还加8个老人。你就靠独生子女这小两口来养活上头这么多老人，可能吗？所以你说将来我跟着儿女哪有那么大的实力养这么多老年人了？除非咱孩子将来可能跟李嘉诚、巴菲特似的，那行。但这样的不是凤毛麟角吗？另外有很重要一点，有人说我呀不跟着你，我社区养老，我在家里头。人老了怕啥？就怕病，怕的是身边没人。社区养老是有大夫，也有一些这个老伙伴在一块儿，可你毕竟老两口或者一个人独门独院，自己在屋里待着，真有点问题怎么办？咱们现在知道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就差那么几分钟，要就是来不及人就完了。所以社区养老能保证什么呢？你的身体还算硬实的，说白了慢性病有时候有个小病小灾还来得及。如果你真有点心脑血管急性病什么的，那身边没人可要了亲命了。所以说社区养老它很难解决老有所依的问题，就年岁越大他对医疗依赖越重，怎么办？所以我说将来我们大多数人都要到养老院里去养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不接受也得接受的。所以我们现在关注中国目前养老院的建设，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这应该是咱们每个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你不能不拿这当回事儿。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得给大家仔细说说中国目前养老院的这种格局。养老院的格局呢，大体有那么几种。第一种呢，公办公营，就是什么呢？国家出钱来投资建这养老院，然后由国家团队来经营，就是都是公家的。刚才我们看那个北京社会第一福利院呢，那就是一个公办公营的典型。当然它这个投入非常大，里边人员素质也比较高，配备也比较完备，所以这是公办公营里的明星养老院典型。但是我们说这种投入是不可能普及的，也不可能在其他各个地方都得到持续的，所以这不可复制。你不可能想象中国其他的城市里头能有这么多明星养老院，它也是不可能的。它只不过在中国2线城市以上可能会存在这样的明星养老院。那么公办公营第二种类型，就我们说普通型养老院。现在普通型养老院的问题就比较大，尤其是3线城市以下，就各个县城那个敬老院。我到过很多县城啊，或者是个乡镇一级的就养老院进里边看过。说实在的，老人在里边过的呀，咱得这么说，不是很如意。我就曾经赶上过重阳节，我问老人，我说你平常吃啥呀？平常吃的没这好，平常都就整点干粮咸菜，就熬点白菜。我问他，我说那重阳节吃的好，都给吃挂面条了。我说怎么好呢？还有卤呢。你想想，就老人这种说话的方式，你就能知道平常的待遇并不那么好。咱们得必须跟大伙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很多的地方啊，尤其是贫困县，它的财政实力本身就有限，你指望它无限的在养老院是加大投入来应对这个老龄化社会，这个很困难。就这种纯粹国营的养老院，在一些3线城市以下难以为继，很困难。而且它由于原来体制的问题呢，很难吸收民间资本进来，而原有的那些人员安置的问题呢又特别困难，财政拨款又不到位，所以有的时候下里头没办法，乡镇没办法，老人到这儿来住啊。在我看有的时候无非就是有人管而已，以至于这个管的质量多高，这都很难保证。就是去年7月份的时候，黑龙江省海伦市有一家这个养老院里边出事了，就是里头有一个老人呢，精神有一点问题，怀疑别人偷他200块钱，晚上起来放把火，结果造成11个老人死了。我的头就操的他就无良远了，不尔也大拇着帮屋里查佛超也。2013年7月26日凌晨1点15分，黑龙江海伦市联合敬老院重任处发生火灾，大火共造成了11人遇难，2人受伤。据了解，海伦市的联合养老院是集中供养海伦市农村无房老人的福利机构之一。2005年10月开始建成使用。火灾发生后，
海伦市消防大队迅速到达了火灾现场。在救火现场，消防队员们发现凶猛的火势已将窗户全部烧毁，屋里的床和生活用品也燃烧殆尽。海伦市公安局证实，对现场勘查和火因调查，确认此起火灾是一起人为放火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王贵也被烧死在火灾现场。王贵，男，45周岁，患脑血栓，无人照顾，被送入敬老院。事发前，王贵由于怀疑自己的200元钱被盗而大吵大闹，情绪失控。他用白酒倒在托付上点燃，引发了这起致11位老人死亡的重大刑事案件。火灾后，海伦市民政局及敬老院的多位领导被免职。像这种事可以想见，偶然现象是偶然现象，但直接也说明这家养老院它的管理水平，而他照顾老人的这种能力是有一定问题的。所以这个公办公营的养老院面临的这方面问题，应该说主要是财政投入不足带来的。所以现在公办公营呢，像明星养老院，像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那样，那是凤毛麟角，太少了，整体的养老水平不容乐观。那么第二类呢，我们叫这个民办民营，说白了就私人的民间出资。我们也知道民间出资办养老院，它是具备一定公益性，可是你民间出资，你让人不挣钱，人家干吗？这一定得让人挣钱呢。所以民营它最主要出发点是赚钱。咱们现在社会一点点开放承认这个，原来民办教育法里规定，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不能以任何盈利为目的，这就不合理了。一点不让人挣钱，人进来干嘛呀？现在民办教育法里提到了，可以有一定的回报，这是合理的。相应办养老院也是如此，他必须得见着回报，要不然民间资本营为嘛要干这玩意儿呢？所以说现在民办民营的养老院盈利它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考察点。那么民办民营的养老院现在围绕着盈利就出现这个问题，一个是它本身它跟公家比不了。你看刚才我们说那个第一社会福利院北京那个地是国家的，建设国家财政拨款，说白了他为什么收那么低的费用呢？那里的人员工资开的也是国家给开支，他收多少钱他就等于他账户是多少钱了，他不用消耗到这些成本上。你看水电的地这些啥他都够了，都是国家给拿的钱，所以他只收那么少的钱，他能把这么高的服务质量维持住，那民办的能行吗？我要拿地粉儿都回不来，租房子租金得我自个儿掏，添硬件设备，你比方说这医疗设备住的什么的吃的啥的，你不都得有成本吗？那这个成本最后你要挣钱得怎么办？那只能从老人身上拿回来。所以民办民营的第一种是细收那些经济条件差的老人，那退休金没多少的，他交不起这么多钱，他还得到养老院来。那么你拿到这么多钱，他交的这些费用，你只能按照这个费用相应的给他配备服务的质量。那个养老院里边呢，多年以来呢，从社会上求护工，而这护工呢，说白了没啥责任心，资质也不够，有的时候甚至虐待老人。2010年10月，苏州电视台记者无意拍下了此段视频。视频经过央视报道之后，引起不少人的愤慨。视频中，一名身穿紫色上衣、背对镜头的女护工正在给一位坐在藤椅上的老太喂饭，期间老人不时伸手想将饭碗推开，但护工不依不饶，等强行将饭碗往老人嘴边塞，但老人还是没张嘴。最后该护工居然左右开弓，可怕的给了老人2记耳光。这囧啊！拍摄画面的记者见状，马上前去质问打人护工为什么要打老太太。所以民办民营的养老院相当多的那都质量差的都不行了。在一破旧的楼，小黑屋几个屋整一个护工吃的也比较差。这不是我危言耸听，你看看有些这个民营的养老院确实是这个问题，脏乱差。因为什么？他能拿到钱就这点儿，他如果要是真提高服务质量他就亏了。
吸收的都是些很贫困的老人。所以这是第一种民办民营养老院，不容乐观。还有一种民办民营养老院呢，那条件好的不得了，就是我们说的完全市场经济化，比较豪华的养老院。这养老院针对的是呢一些这个企业退休的人士，就是老板一级的，还有的是什么呢？儿女是成功人士的，孝敬爹妈，往往这个收费在1万以上的一个月。它也有各种各样的套间啊，什么家庭房、子女房啊，配备各种娱乐设施啊，每天定时的有班车送你去医院了，等等等等。这样的养老院，这是民办民营养老院里的豪华型的。由于它收费就比较高，它相应的一定能达到服务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看人养老院就说对老人不好怎么的，条件差，就有的人直罢。你得想想，民间资本进来要干嘛？它是要盈利的。你能交这些钱，它只能提供相应的服务。有的时候不是说办养老院这人缺德，可是你给这点钱也就够他达到这个服务水平。所以就说眼下看公办公营的养老院，它有体制问题，也存在一个投入不可持续、财政负担太重的问题。民办民营的养老院要么向高端奢华的方向发展，要么在低端，它提供的服务质量实在有限。就是我们现在公办公营、民办民营这两种模式都有一定的问题。如果现在持续这个水平不做改变的话，可以说老龄化社会来到的时候，这些养老院不能承受这个负担，那么我们的养老前景就非常值得担忧。所以首先在模式上，我们应该有通过。现在有两种模式，我认为值得提倡。第一种呢，叫民办公助。什么意思呢？民间资本投入进来，来办这养老院，而设施各方面我都按照一定标准弄起来。那么国家呢，相应的给进入养老院的这些老人给予一定补贴，这叫民办公助。就老人进了养老院了，那好，我给你补贴。这个补贴有的地方呢做的并不好，在哪儿呢？这个补贴补给哪儿呢？不是直接补给老人人头，而是按照老人人头呢补给这个民办机构的这个财务，补给他们了，让他们来使唤。可是这个时候一旦政府缺乏监管，这个钱怎么花？它就是个问题了，花到哪儿去了就是个问题。所以现在呢，这个民办公助有个最显著的一个忧虑，就是一定要加强这个给老人这部分钱怎么监管的问题。但你那么多民办养老院，政府要按个监管按时审，也是挺头疼的事儿。所以它还有一个监管成本的问题。这里边也有可能催生一些腐败，以这个养老院的名义申领国家的补助，有时候也出现冒领啊、骗取啊，甚至呢领了之后呢，对待老人是并不好，私底下把这钱就都给占了，等于侵吞了，都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这种模式呢，在基层它依赖于政府在监管这方面是否到位，以及呢真正补助老人的钱能不能及时到位。那么第二种模式，我认为更加值得大家推崇，公办民营，也叫公建民营。我刚才说民间资本进入这行，它一个是盈利的目的很明显，再一个民间资本有的时候也有限。你比方说买块地，这个好多民间资本不愿干，因为买地现在地太贵了，在这个地上建养老院可能10年20年甚至几十年他都收不回来成本，他不愿意干。另外民间资本这种逐利为目的的，他可能把公益性放在第二位。政府拿钱不一样啊，政府是纳税人的钱了，当然为每个人的公共利益考虑了。所以首先一个公办公建它有它的合理性，就投资方等于是全体纳税人，是政府是国家。那么什么叫公办民营呢？经营管理我请民间的团队，你比方说护工啊、大夫啊、管理者、管财务的、跑采买的，这些整个医院的、整个养老院的日常维护啊，我请民间团队进来，这叫公办民营，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个地方整个它的所有权这是归公家的，但是经营权归你这民间团队。说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民间团队的负担大为减轻，不用承担前期那些成本投入那么大。他只要他能够做到把这些老人的健康状况各方面管好，他就资质合格。
而且还解决了呢公办过程当中呢伺候这些老年人这个团队本身有问题，限于原有的传统机制管理，有的时候不那么好理顺。那么民间的进来了，我们政府需要做的是考察这个团队是不是有这资质，是不是足够优秀，这不彼此就减轻了负担了吗？由公家来办，代由民间团队来经营，怎么个考核方式呢？一年下来，它有个经营额度，然后政府确立评估体系，比方说老人的健康状况什么呀？整个这个养老院的财务运转是不是良好？硬件设施护养的如何？老年人的心理状况、精神状态怎么样？都作为指标搁到里头，然后考核合格，整个一年这个经营的费用按一定比例，比方说 8% 到 10% 拿出来，就是你民间团队挣的。这样我等于其实就是卖自己力气，出卖自己的服务质量。这样的话，民间团队负担减轻了，也获得收益了。政府相应的也通过购买民间团队的服务，提升了自己的公共服务质量。其实这个思路并不新鲜，但至少在10几年前就提出过，就是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不必自己亲力亲为。有时候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往往浪费严重，效率低下，你把它交给民间团队，走市场经济化，就政府出钱购买你给大众进行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现在呢，我也了解到有一些养老院已经按照这个模式了。我认为未来中国的养老院模式，恐怕这个公办民营是一种非常值得推崇的。它一方面解决了养老院的公益性，你要民间资本进来，我背负着盈利的负担，它这个公益性往往不容易兼顾。第二个就解决了原来公办的效率问题，民间团队进来，专业团队进来，它的效率一定高。那么公益和效率都能够满足的话，真正受益人是谁呀？就是千千万万的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这些老人。如果这个模式能够得到良好的推广的话，像我这个年岁未来进入养老院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担忧啊。所以我说我们每个人应该从本能的角度来关注现在中国养老院建设，它和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实在是关系太密切。